整15年你没来找过我这个女儿，现在要捐肾，就开始嫌弃好妈妈了。倩倩，妈对不起你。对不起，晚了。当年你把爸爸的通知书藏起来给你弟弟的时候，你想过会有今天吗？爸爸，没事儿，爸就是去县城邮局，很快就回来了。那封通知书对爸来说很重要。那你去邮局问问，反正我没看见。行，你在家做饭吧。那我晚上肯定回来。倩倩，我也很后悔，我当时只是想留下你爸，他去了京城读学，还会要我吗？后悔？如果不是你爸和虎子，就不会出事儿。佳明在去县城的路上遇到泥石流，和虎子一块被埋了，人没救回来，你们节哀。事到如今还想让我给你捐肾，你做梦！林阳生不是你亲弟弟吗？你什么都想让他，怎么不喊他给你捐？倩倩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可是你舅舅他身体不好，捐了肾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他的日子不好过，那我呢？你倒好，为了替你的好弟弟还债，你拼命打工，把身体搞垮了还不够，还要把我嫁给老关公，就为了那点彩礼钱。要不是后来爷爷找到我把我带走，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倩倩，妈把你喊来，不用你捐肾，妈就是想看看你。妈活不长了，这辈子我都是个糊涂虫。要是能重来，妈一定好好弥补你。妈，地震了！倩倩，倩倩，地震了，别怕，妈保护你。妈，你别打我，我这就去干活。所以这是17年前我重生了。这是17年前，我重生了。吴佳明，爸去邮局找录取通知书了，虎子一直吵，他把虎子也带走了，说晚上就回来。什么？竟然重生到了这一天！泥石流，这一次你们绝对不能有事。倩倩，你在家好好待着，哪儿都不准去。妈，录取通知书怎么在这儿？妈回头再给你解释。妈，你别走。你是不是要把通知书给舅舅？求求你了，你别去！妈是要去找你爸，把通知书给他。我不信！我都听到了，外婆跟你说拿到通知书就要给舅舅。倩倩，你快松手，妈必须赶紧去找你爸，不然他和虎子会有危险的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这样吧，通知书给你拿着，可以让妈走了吗？不然真的来不及了。倩倩，你看。哎呦，这可是我儿子新买的，你弄坏了赔得起吗？村长，人命关天，你放心，车子蹭坏了一点，我都赔给你。爸，虎子难受，喘不过气。爸抱你，等爸考上大学，读了书，一定赚钱治好虎子的病。永莲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佳明，你别去县城，通知书在我这儿。永莲，你说真的？快拿给我看看。我没带来。出门前倩倩拉着我不让我走，我没办法，只能让她先保管了。永莲，你一会儿说在你这儿，一会儿又说在倩倩那儿，让大家伙怎么信你？就是，你不会是怕佳明去了县城，找到通知书就不要你了，随口胡编的吧？永莲，佳明怎么对你？乡亲们可都看在眼里，你可别犯糊涂啊！
是啊，永莲，明天邮局就放假了，你现在拦着佳明，他就真没学上了。快走吧，佳明，不然就赶不上最后一班大巴了。永莲，你实话跟我说，通知书真的在倩倩那儿吗？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真的是我妈说，你要是去京城读书，到时候出人头地了，会和我离婚。我一时糊涂才藏起来的。拉倒吧，那你怎么现在又肯拿出来了？就是你什么事儿都听你那个糊涂老娘的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改变想法？不会的，我这次是真的悔改了。佳明，你可别再被他骗了。永莲虽然糊涂，但她心地善良，她不会害我的。当初我来这儿支援，发了好几天的高烧，要不是永莲救了我，我早死了。佳明，你们小夫妻感情还挺好，是我们误会了。虎子，虎子又犯病了，快，我带他上医院。不能去！永莲，你在说什么？佳明，这儿会闹泥石流的，你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说什么胡话呢？这条小路我们都走了多少年了，怎么会闹泥石流？是啊，永莲，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快走吧，不然就真赶不上大巴车了。求求你们再信我一次，那条路真的不能去。妈，救救虎子！好狠心的妈，孩子都这么难受了，你还不管不顾，在这胡说。佳明真是造孽哦，娶了你这么个媳妇儿。虎子的病不能耽误，我们看完病就回来。大家快跑！前面的路全没了，老李家2口都被埋在地下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老天爷，真的遇到泥石流了！永莲，刚才多亏了你拦住我们。是我们误会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都得埋在山里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前面会有泥石流的？我听别人说的，前几天一直下雨，我就担心小路被冲垮了。虎子，现在路都堵了，虎子该怎么办啊？我来。虎子，听得见妈说话吗？深呼吸。虎子，妈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。上辈子住院时，隔壁有个病人就是气喘，和虎子发病的症状一模一样。当时我看医生就是这么紧急处理的，幸好有用。永莲以前从来没这么关心过孩子，她好像变得不一样了。哎呦，不是说了不能弄坏，好好的车子都蹭掉漆了。是我不小心摔了下，您放心，我明天送到镇上去，保证给您修好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油漆没2块钱，那可补不好。您放心，多少钱都给您补好。家里总共就5块钱了，可是虎子还要看病，倩倩也快开学了。要不我还是不去上学了，京大的学费不便宜，钱省下来给倩倩和火儿吧。那怎么行？爸，我不上学，我去隔壁村砖厂搬砖，1天8毛钱呢。妈，你帮我跟厂长说说，我个子高，能干活的，让爸去读书。傻丫头，你还是个孩子，赚钱的事儿轮不到你操心。爸爸可以再去镇上接点校稿抄写的活，总归能挣点。大不了明年再考。那把钱给虎子看病吧，反正我不读，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倩倩，谁说女孩子读书没用？读书才有出路。我就是多打几份工，也要让你读书。我不要！爸，你本来就很累了，每天天不亮就下地，晌午回来还得去外婆家挑水劈柴，舅舅干不了的活全是你干，你的身体不要了吗？都别争了。妈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气。妈没生气。倩倩这么懂事，妈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过你爸说的对，读书才有出路，不仅要读，而且你们都得读。可是家里真的没钱了，上个月爸给人家抄书挣的2块钱还没焐热呢，外婆就来要走了。还有卖鸡蛋攒的8块6毛钱，也被您送去给舅舅还牌桌的账了。以前是我太糊涂，往后一定不会再发生这种事。书你们一定要读，虎子的病也要治。至于钱的事儿，你们放心，
妈妈有办法。我记得从前镇子上有个人卖扣子赚了钱，要是能先把他手里的货盘下来，家里至少能缓解一下燃眉之急。唔好意思啦，靓女，我着急赶火车，没看路，对不住你啊。没事，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啊。是啊，我从阳城来的，带咗啲3个柳秀嚟卖，没想到老乡催得急，这就要去更堡边了。听说北方人豪爽得很嘛，生意仲好做啲嘅。是吗？那你去北方，这扣子还卖得过来吗？要不然这一包多少钱，你都卖给我吧。哟，亮晨真有眼光的啦，一共5块，都给你了。我以后说不定也要去阳城，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啊？靓女啦，你要是去羊城做生意找我啊，我有文路嘅。运气可真好，这第1桶金就靠你了。走过路过别错过啊！南边来的新潮扣子，2毛钱5个，衣服上的扣子都能换喽。哎呦，这扣子可真好看！小红，你看看，这不比咱们身上的扣子好看多啦？我的扣子多，还可以自己选样子呢。反正都是2毛钱5个，你们随便看，随便挑。37块5毛，去掉修车的2块钱，也有35块5毛呢。这下可发财了。怎么就你们2个？你爸妈呢？舅舅，爸去田里干活了，妈去集市了。你妈不是说把那个录取通知书拿给我吗？怎么一直没送来？妈不是说要让我和爸上学吗？难道是骗我们的？怎么不说话？你哑巴了？和你妈一样，都是个赔钱货。赶紧滚开，我自己进屋去找。不行，录取书是我爸的，不能给别人。我看你太久没挨揍了，是不是皮痒了？你爸就是个没用的窝囊废，家里吃饭都没钱了，还读书呢。让开！不行，不能让你进去。哎，你个兔崽子！住手！连孩子都打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哎，你还敢跟我嚣张是吧？我问你，不是说今天把通知书给我送来吗？你人呢？我丈夫考上的大学，凭什么要把通知书给你？你想要，自己去考啊！你说什么？你是我姐，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以后可是要传宗接代的。大学让我去读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哟，还去市集买肉了，这肉归我了。姐，咱们又没肉吃了，有什么好吃的，舅舅都会抢走。没事，只要爸的通知书还在就行。咱们不吃肉。舅舅，我不吃，能不能给弟弟一口肉，一小一口就行？小贱种，这好东西你们配吃吗？妈，小孩子不能贪嘴，这是给舅舅买的。舅舅要去厂里当财务了，他日子好过了，以后才能照顾你们。还是让舅舅吃吧，这一世我绝不能再这么糊涂了。你有手有脚，在厂里挣的也不少，我凭什么一辈子养着你？这是我家的肉，你要吃自己去买。给你脸了是吧？你个赔钱货！谁让你是女儿？你养我是应该的，没有我，老林家的香火就断了。住手！小舅子，现在是新时代了，不能动不动就打人。过去重男轻女的思想早就该淘汰了。没有女人，
哪来的后代？更别提延续香火，你说是不是？窝囊废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是不敢动手才这么说吧？怕娘们的软脚虾！来啊，你有本事动我一下！好心跟你讲道理你不听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这个窝囊废，你敢打我！我，你就这点本事？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让我妈来收拾你们！永莲，我刚刚……佳明，没想到你还挺能打。恰好会一点点。以前我每次想跟他动手，你都会拦着我，跟我闹，所以我才……都怪我。你受伤了没？你是读书人，手还要写字呢，千万不能打坏了。你真的不怪我打了你弟弟？我这些年日子过得糊涂，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咱们自家人那才是最要紧的。这些天别去干重活了，等伤口养好了再说。这点小伤没事儿，我得更努力，才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一家人在一块儿，那就是好日子。吃肉喽！肉？什么肉？你把家里仅剩的钱拿去买肉了？不是，我没有。这是我今天去市集上卖扣子挣来的，那扣子还剩下一点呢，就在尼龙袋子里，不信你去看。卖扣子也能挣这么多？有个阳城来的老板急着赶火车，低价卖给我的，都是漂亮又新潮的扣子，我稍微卖的贵一点，大家还抢着要呢。我媳妇儿可真能干。林永莲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良心被狗吃了！不把录取书拿出来，还敢打你弟弟！你们怎么不把我也打死算了？妈，这录取通知书我不会给林阳生。你个倒插门的软骨头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当年要不是我们家老头救了你，你命都没了。早知道啊，我们还不如救一条狗呢。狗都知道朝着家里摇尾巴。妈，我知道爸对我好，但是……妈，说话别太过分了。爸走得早，杨生明明每天游手好闲，你却说他身体不好，家里的劳活全是佳明在忙。我们自家米缸都见底了，你来说一声家里没粮了，佳明二话不说扛着米就送去。好了，永莲，我要说，为了让林阳生去纺织厂当会计，你拿走我们所有的钱走关系，佳明没说过一个不字，你们还要他怎样？那是他该做的，不然有本事别娶媳妇儿啊！哼，要不是你爸非得把你嫁给他，就差这条件，我早把你嫁给村东头的王瘸子了。人家可是出了300块彩礼。爸是知道佳明有才华，知道心疼我，不像你，只想把我卖了给弟弟娶媳妇。我怎么了？你做姐姐的帮衬弟弟不是应该的吗？妈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赶紧把通知书拿出来，否则今天没完。我说了，不给就是不给。我的命好苦啊！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让你帮弟弟这么一点小事都不肯，成了你这么个赔钱货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把通知书拿出来！够了！你们都够了没有？姐，我那点赌债你到底啥时候还上？人家可等着呢。杨生，我真的没钱了。你姐夫走了之后，家里就……没钱？没钱你不会想办法呀？你不是还有个闺女吗？
人家王老板可是说了，愿意出这个数。就是，人家王老板年纪是大了点儿，可家里有钱啊。你那闺女跟着他，不比跟着你强？前世我窝囊了一辈子，通知书被抢了，丈夫和儿子没了，女儿也被我害了。这一世，即使留下通知书也没有用，他们还会变着法子来逼我。既然你们不把我当人看，那就别怪我做的绝情。胡闹什么呢？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吵。我让孩子们叫您来，就是为了请您做个见证。妈刚刚说，咱们是一家人。佳明的通知书给杨生是天经地义，对吗？对。怎么？我想通了，通知书我可以给杨生。永莲，你京大的学费1年就要200块，我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，那就让杨生去上学好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能反悔。不过，既然是一家人，那虎子上大医院需要的路费、医药费、倩倩的学费，你们也应该帮忙出吧。还有，我的钱之前都给了你们，现在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。佳明不去上学，总得吃饱了才能下地干活吧。我要的不多，妈，您给我300块就行。吃口饭哪用得着那么多钱？还有什么学费、医药费？当我不知道你胡诌的吗？村长，你看，这是医生今天给我开的单子。他说虎子的病很可能是哮喘，得去京城的大医院才能治，路费、检查费、住院费加起来也得200-300，还有药，拿一次药就得12块钱，少说也得吃半年。200-300，小孩子咳嗽2声，又不是快没命了，哪有那么金贵？妈，医生说，要是再拖下去，虎子的肺就要坏了。您总说杨生是您的命根子，那虎子也是我的命根子啊。您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儿子，就不管我儿子的死活吧。村长，我也实在是没法子了。虎子看病要钱，倩倩年纪又还小，佳明本来就累，现在连饭都吃不饱，哪来的力气干活？我妈他们把通知书拿走，就是断了佳明最后的出路。你这是敲竹杠！我刚还看到你买肉了，你手里肯定还有钱。肉？杨生，你眼花了吧？不信你进去看看，哪里有肉？怎么会没有？肯定是你藏起来了。我没有，我们家的情况，村长你也知道的。你别胡闹了！你姐她怎么可能买得起肉？我不管！村长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我养大的女儿，现在为了一个倒插门的，要敲诈我这个亲妈呀！我敲诈？妈，从小到大，林阳生吃肉，我挨饿。这些年活我干，钱我出。现在我们把通知书都让给杨生了，总不能好处都叫你们占了吧？村长，您给评评理。我妈说要一家人互相帮助。佳明从前为了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现在我们困难了，那我提的条件过分吗？过分。既然通知书给了杨生，那他以后就是大学生了，帮衬一下姐姐家也是应该的。村长，这不行啊！杨生是家里的根呢，哪有弟弟帮衬姐姐的道理？你这就不讲理了！人家永莲都把通知书让出来了，你1分钱不出，就想把人打发了？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妈，咱可不能给他钱，那钱我还得留着娶媳妇儿呢。这通知书不要也罢，大不了我去跟厂长搞好关系，照样能升职加薪。行，你这个赔钱货，算你狠！通知书我们不要了，从今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，你也别想问我要1分钱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佳明，拿纸笔来。村长，
麻烦您做个见证。今天我妈说了，不认我这个女儿，那我得立个字据，免得日后说不清楚。还要立字据？你还真不认我这个亲妈了？你不认我这个女儿，但该尽的义务我还是会尽。从今以后，我和佳明每个月给您5块钱赡养费，除此之外，其他的要求我一概不应。我养你这么大，一个月才5块钱怎么够？妈，我们家什么条件我刚刚已经说了，今天答应了您，日后就是去借，每个月我也给您凑出5块钱来。但你要是不答应，以后连这5块钱也没有了，您可别后悔。还得加一条，我不会给你1分钱，你以后穷死饿死，别来找我。可以。既然都说清楚了，那就摁手印吧。摁就摁，省得你以后反悔。村长，您是见证人，麻烦您也签个字。既然签了字画了押，那就都不能反悔了。你们要是再敢来闹事，我这个村长第一个不答应。佳明啊，你娶了个好媳妇儿。以前我总觉得永莲这丫头糊涂，没想到啊，她其实聪明得很。我妈说，舅舅要是冒名顶替爸爸去上大学，那是犯法的，被抓到不仅要赔钱，还得坐牢。坐牢。我妈还说，这种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对咱们村的名声不好，以后咱们村的孩子考大学，人家学校都不敢要了。所以，请村长爷爷帮帮忙。我这就去。原来是这样，永莲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了。也有倩倩和虎子传话的功劳呢。还有你，你刚刚一直护着我，林阳生才不敢对我动手。只要咱们一条心，就能保护好这个家。我们也要保护爸妈。妈，咱是不是问他要少了？1个月才5块钱，够干什么的？买2斤猪肉就没了，总比没有强。他那2个拖油瓶，虎子还是个病秧子，看病吃药就是个无底洞，不撇清关系，难道要跟着他过苦日子去？妈，您这么一说，还真是。到时候他过不下去了，可别哭着回来求咱。上辈子，林阳生从纺织厂回来，说外地来的老板要吃口味菜，结果食堂的师傅没准备，被狠批了一顿。我要是做一锅香辣田螺，不就能打通一条销路了吗？我想在田里捡田螺，然后养2天，去县城卖口味田螺。这东西又没2口肉，吃上去一股子泥腥味儿，能卖出去吗？你就信我一回，肯定能卖掉。行吧，你觉得能成，我就给你摸罗去。走，爸带你们去田里玩。还说吴家明是个读书人呢，我看也是跟着他老婆胡闹。这田螺能吃吗？又没肉，又脏。大壮哥，这好不好吃啊？那是我的事儿。不过你现在闲着也没事儿，不如帮我们摸点田螺泥鳅呗，1斤3毛钱。永莲妹子，咋不早说？你放心，我这就去抓田螺。
永联人呢，不是说要买这个吗？咱们抓了一天，不会不要了吧？哎呀，你跟刘大壮，要是他不要了，我这一天不白忙了吗？两位别急，永联在里头收拾田螺呢，这些我来付钱。还得是佳明办事才靠谱。这些可不少呢，我几个孩子都去田里抓了，至少有4、5斤。我这也是差不多都要了吧？都要的。我们明天不在家，后天再继续收。对了，三婶儿，我2个孩子明天可能得拜托你照看一下，你看成不？乡里乡亲的，客气啥？这林永香又在搞什么鬼？永莲，就算要卖吃的，那咱们也该去人多的地方啊，怎么到纺织厂来了？今天这些田螺啊，就是为纺织厂的人准备的，你就等着吧，保准啊，全都能卖掉。口味田螺，香香辣辣的口味田螺哦，好吃又下酒，快来买啊！好像有人在卖吃的，卖的什么玩意儿？口味田螺？我也听见了，是说辣辣的吧？赶紧出去看看。闻着味儿就觉得够了。厂长，你说这田螺送给刘老板吃咋样？我看不行。这田螺拇指盖大的肉，谁吃这个呀？不要！这里头可不只是田螺，还有黄鳝呢，都是好东西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尽管先拿去尝尝。不好吃不要钱。厂长，咱也没别的办法了，要不先拿进去给刘老板尝尝？行吧。你这些都怎么卖的？供应多久？只要田里有田螺，我都能做出来。这一锅加起来大概15、16斤，您给35块钱得了。这么贵？猪肉才2块1斤，这东西比猪肉还金贵啊！我这调味可是独家配方，保准您买不着比这个更好吃的田螺。这刘老板口味刁钻的很，偏偏就对这一口满意的不行。后市这种小吃在夜市里爆火，那味道可是经过多少人的检验。可在这个时候，除了我，绝对没人会做。30多块钱其实并不贵。王厂长，您想啊，今天要是让大老板吃高兴了，往后您想挣多少钱没有？你这丫头倒是会做生意。还有呢，您厂里不是有食堂吗？如果每天多添这一个菜，就算一勺卖5毛钱，你也是净赚的。行，那先这样，今天的我都买了，你明儿再来。往后只要你做了，我这儿都要。好嘞，您就放心吧。这就卖出去了。咱们收田螺、买调料，成本也就花了10块，这一来一回，就相当于白赚了25啊！以后长期供应还得算上柴火、人工、损耗。你说的对，每天进货花了多少，卖了多少，净赚多少，还有以后买田螺的、黄鳝的都要记清楚，不然时间长了账就乱了。那正好，这算账的活儿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你读书人，算这个比我强。行，我正愁帮不上你的忙呢。按照这个进度，咱们很快就能攒够你的学费了。但我担心虎子。上次你说虎子病是哮喘，必须去大医院才能治吗？放心，我都想好了。咱们这次不是赚了钱吗？明天就带虎子去医院再看看，开点药，多少能缓解一些。厂长，这是什么？田螺呗。外地来的刘老板说要吃点味道重的食物。那女人手艺不错，有了这香辣田螺啊，保准能把单子签下来。你说林永莲，那就是个村姑，她做的东西能有多好吃？不过那村姑啊，长得还真不赖。虎
护士快救人！我儿子哮喘犯了，喘不上气儿。同志，咳嗽、气喘这类症状在儿科很常见，你们得先去挂号，让医生看看。来不及挂号了，哮喘急性发作拖不得，时间长了会窒息的。医院有雾化机吗？他现在需要雾化给药。你是医生？我不是，我是他妈妈。永莲，你先别急，我们今天本来就是带孩子来看病的，可路上不知道怎么，他突然就喘不上气了，能不能先救人，再补手续？你们不是医生就不要乱说。小孩子重感冒或者妻冠炎传起来也是这样。如果人人都像你们这样插队，那不是乱套了？出了问题谁负责？我们知道插队是不对的，但是这样不行，没时间了。医生，等一下！哎，同志，你不能这样。王医生是我们医院从京城调过来的专家，他赶着去给县里的老领导会诊，耽误了时间，你能负得起责吗？领导是人，我儿子也是人，人命关天，我就求医生看一眼，就一眼。都说了，你儿子就是感冒。患者都是平等的，不分什么贵贱。离会诊还有些时间，孩子在哪儿？我看看。确实是哮喘急性发作，气道痉挛很厉害，需要马上雾化给药。可是那台雾化机是上面专门拨给离休老干部用的，没有院办的批准，咱们不能随便调用啊。什么程序能比孩子的命更重要呢？医生，求求你们了！我理解你们着急，但是按照规定，那机器确实不能随便用。你们家里有没有直系亲属是离休干部或者特殊证明？这个年代医疗资源紧张，难道真的没办法了？医生，你看看这个行不行？同志，你怎么不早拿出来？有了这个证明书，院办就能批。我这就去帮你协调。小刘，先把孩子转到观察室，给他吸上氧。哎，好。佳明，刚刚那封信上写了什么？这是我爸以前留给我的，这封介绍信还是我第一次拿出来。佳明的父亲好像是个很有钱的富商，上一世多亏他把倩倩从水深火热里救了出来，这一世我怎么也得和人家说声谢谢。我和我父亲的关系不算很好，要不是为了虎子，算了，不说这些，只要能救虎子，做什么我也愿意。等虎子好转了，再让医生开点药，咱们就回家。大家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永莲啊，今早下了一场雨，田里的田螺全爬出来了。我跟我家那口子捞了大半天，足足2大桶，你都能收不？行，都给我吧。永莲，今天收的量比平时多了快1倍，食堂那边要不了这么多吧？万一卖不完……没事儿，我有别的打算，你信我。三婶，这是您的，点点。哎，够了够了，永莲你大方，回头我多帮你捞点儿。哼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话真没错。那赚的也是辛苦钱，自家闺女赚钱，你难道还眼红啊？什么亲闺女，她可是把我当仇人看，挣再多有什么用？也没见她孝敬我一点。给你，最后不还是给你儿子拿去赌？要我说啊，永莲勤奋又能干，比林阳生强多了。得意什么？不就是做田螺吗？田里到处都是的玩意儿，我还不信了。难道我做不出来？永莲，这就是你想的办法。这边一般都是卖些衣服，很少有人卖吃的。会有人买咱的田螺吗？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昨天我从纺织厂食堂送完货出来，看到这边有人卖啤酒。你想想，这田螺不就是最好的下酒菜吗？还真是。永平，我越来越佩服你了。咱们初来乍到，你把这个端过去，给那位老板尝尝。我懂。上辈子夜市遍地都是，谁都能做。现在这还只是个苗头，抓住这个大好的先机，还怕赚不到钱？大哥，我们在旁边卖点香辣田螺，怕搅了您的生意，送一碗给大哥尝尝。您别嫌弃。哎呀，客气啥？街坊生意的，互相照应是应该的。哎，这里头还有黄鳝呢，闻着真香，味儿准不辣。老板，来1斤啤酒，
好嘞，旁边卖的田螺香香辣辣，下酒最合适了。还有黄鳝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要不要一起来点儿？行，我去尝尝。给我来一份田螺。大哥，头回客，多给您盛了点儿，好吃您再来。这个味道，这味道太绝了，又辣又香。我要2份儿，带回家给媳妇儿尝尝。那我要一份黄鳝，给我挑大个的。好嘞，别急别急，都有都有。永莲来了。厂长，今天怎么您亲自来收了？不用陪刘老板吗？刘老板今早回去了，我也终于能喘口气了。你一个人干这么重的活，累坏了吧？坐这歇会儿。谢谢厂长，我就不做了，家里还有好多活没干呢。您给我结一下这周的钱吧，一共280，您算算对不对？钱不着急，我肯定给你。我听人说了，你家里情况不好，你爱人还要去京城读书啊，那花销可不小啊。你看你一个女人，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。王厂长，咱们说话归说话，你别动手动脚的。你也知道我结了婚，真要喊起来，你这厂长可没好果子吃。你敢喊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这田螺的钱还没结算呢，而且你一家不就靠着厂里这点收入吗？你长得可真漂亮，跟着你这个窝囊废男人实在可惜了。你让我乐一乐，以后啊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你要是敢动我，我就和你拼了！小娘片儿还挺辣的，这可是纺织厂，我就动你怎么了？谁呀？想死吗？佳明，皮没脸的东西，放开他！你个书呆子，竟然下死手啊！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！别打了！算了，真把人打出毛病来，那就糟了。这田螺我们不卖了，但你下次再敢骚扰我媳妇儿，我跟你没完！厂长，厂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正要找你呢，看看我脸上的伤，林永莲那个小贱人让她男人打的。他打的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林永莲不是你姐吗？我找你也一样，你现在就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别啊，厂长，我好不容易才求来这份工作的。厂长，你不就是想收拾他吗？等他来结算田螺的账，我有办法让你不用掏钱，他还得倒赔给你。行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姐，这地方可不能乱进啊，要不然连累我工作怎么办？正好，我找的就是你。我们给厂子里送了1星期田螺，你不是在这当会计吗？你把钱结给我。这我可做不了主，要厂长签字才行。一大清早的在门口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？赶紧散开！把钱结给我们，否则我们今天是不会走的。哼，怎么还想动手？信不信我立刻叫保安扭送你到派出所去？这些钱是我们的赚来的，你必须得结了。哼，还敢来要钱？正好，李大胖吃了你们的田螺，这会儿上吐下泻，正到处找你们要赔偿呢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因为这个田螺，我真是遭了老大的罪了。不可能！你确定是因为吃了我们的田螺才肚子疼的吗？厂里食堂，李大胖都负责多少年了，从来没出过问题。况且他还能吃自己的菜吃出毛病吗？就是，肯定是你们这田螺处理的不干净。哼，你哪里像吃坏肚子的？我看是装的。我相信自己的田螺肯定没问题，我们用的都是最新鲜的，怎么可能吃出毛病？少说那些有的没有！我告诉你，这食物出了问题，你们是要承担责任的。之前的账你们是别想结了，除此之外还得给老李赔钱。
是不是我们的责任你说了不算？我们愿意去医院，顺便把警察同志也叫上，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。还要去医院啊？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怎么，做贼心虚，演不下去了啊？去医院还是去派出所，你们自己挑吧。这个林阳生出的什么馊主意？厂长，不好了，厂子里好多人都在吐呢，说是咱们的食物不干净，给人吃中毒了。行了，别在这装了，人家都说要去医院验呢，到时候看出来老李是装的，那不更丢人吗？不是装啊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真吐了，好啊，咱们现在就去医院。这回不但要你们赔钱，还得抓你去蹲牢子。厂长，我们就是吃了这个田螺，肚子难受的不行了。就是，还有好几个人都送去医院了。都是你们惹出来的，你就等着去派出所赔钱吧。对，全都是因为你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用的都是新鲜田螺，来回洗了好几遍，绝对没问题啊！别慌，你说自己是吃了昨天的田螺，今天就不舒服了？不是昨天的，是今天中午供应的。吃了之后，不止我，好多人都开始拉肚子了。我们今天根本就没来送货，这田螺是哪来的？没送货，那食堂怎么会供这道菜？难不成是你做的？可不关我的事儿啊！今天的田螺不是林阳生送来的吗？他说这东西都是他家里人做的，谁送来的都一样。我这上面还签了字的，你可别诬赖我啊！还想跑？原来是你小子搞的鬼！厂长，这不一定就是我家的田螺有问题吧？说不定是别的菜。你放屁！我在食堂做了多少年，从来没出过事儿。这用的都是死田螺，吃了当然会食物中毒。中毒？你别胡说，这田螺妈做的和你差不多，怎么就中毒了？这田螺必须要用最新鲜的，而且要洗干净才行。你看，这里头田螺味儿都不对了，就是用辣椒遮盖过去而已，一般人吃不出来，但进了嘴肯定要上吐下泻，这就是食物中毒的症状。好啊，你竟然敢开后门，直接让你妈的东西送进食堂！现在吃出毛病了，你不赔钱，咱们就去派出所。等等，我们的钱什么时候给？我的员工都食物中毒了，生产进度也耽误了，你还好意思问我要钱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这事儿和我没关系，反正该结的钱一分不能少我的。行行行，你去会计部，我让别人给你结，行了吧？姐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，家里哪有这么多钱赔？你得帮帮忙吧。永莲，你要是想帮忙，家里还能凑出点钱。家里没钱，就更不该做这种害人的事。你找我想办法也没用，我出了事儿，你们可不会帮我。走吧，这个忙我们帮不了。这田螺和黄鳝值几个钱？田里到处都是，犯得着用死的吗？现在好了，医药费加起来要赔300多，家底都要被掏空了。我这不是寻思，那死的丢了也浪费吗？况且他们都把田螺卖给林永莲，我去哪儿捡那么多活的？这钱必须得赔，不然我连工作都保不住。但是不能咱们自己出，妈，你去问林永莲要。你个没良心的赔钱货！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1分钱都不出啊！白养你这么大，早知道还不如生下来就淹死你！妈，我害怕。别怕，和姐姐去屋里玩去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会看好弟弟的。好孩子，快去吧。妈，你亲口说的，以后就当没我这个女儿。我们可是当着村长的面写过字据，你忘了？这个月该给的5块钱我早就给你，这事儿我帮不上忙。你自己做吃的，手脚不干净，吃坏了人，赔钱是应该的。你要是早点把钱拿出来孝敬我，我犯得着自己去干这个吗？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200块钱，不然我天天来你家闹。行啊，
你来我家里吵一天，我就去纺织厂门口找林阳生闹，看最后到底是谁熬不下去。你个贱蹄子！你敢回离你弟弟的工作，我就掐死你！哎呦，蒋小梅啊，还有空在这儿闹呢？你儿子赌牌输了，和人打架呢，赶紧看看去吧。什么？谁敢打我儿子？我和他拼了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只要和我还在这里一天，妈和杨生生就会一直来闹事。这辈子要想保护家人，就必须远离他们。妈，外婆把家里的锅碗都摔了，咱们用啥？没事儿，那些本来也旧了，咱们直接买新的。妈等下和你爸去集市上卖田螺，回来的时候给你们买新衣服，好不好？自家做的田螺又香又辣，不好吃不要钱啊！纺织厂不能去了，少了一大笔收入来源，咱们得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生意可以做。咱们最近赚了不少呢，别说学费，就是虎子的医药费暂时也够用了，就当休息几天。不够，虎子的病要长期吃药，而且等你去京城读书，我想把虎子和倩倩都带去，到时候咱们想办法在京城扎根，不回来了。你愿意和我一块去京城？我想明白了，我们一家人在一块才是最重要的，留在这儿反倒被人欺负。好，你有生意头脑，我就算账辅助你。我还听说县里在招抄书员，我多做一份就能多补贴家里一份。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对了，我答应虎子和倩倩要给他们买件新衣服，你先看着摊位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佳明哥，是你吗？秦娟，还真是你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都听老师说了，你考上了京大，咱们可是一个学校的呢。我和我爱人一块摆摊卖点吃的，口味田螺，你要么我送你一点。佳明哥，你以后就是个大学生了，怎么能干这种活？永莲姐也真是的，要我说，你还是和他离了吧。秦娟，这是我的家事。好，不说他。佳明哥，我也是为你考虑，你学费上有什么难处可以跟我说，要不然你和我一块去京城吧。这衣服多少钱啊？3块钱一件，5块钱2件，大姐要么？这可是从阳城来的新货，多好看啊！这些衣服哪算好看啊？分明就是阳城淘汰下来的款式吧？这儿有没有那种牛仔裤啊？裤腿宽宽的，和喇叭一样。我这儿没有，牛仔裤听说过，你说的那种没见过。这会儿喇叭裤还没流行起来吗？要是我抓住这个机会，从阳城那边进货回来，不就能赚更多？这样虎子的医药费和佳明的学费还用发愁吗？永莲姐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和佳明哥撞上了，说几句话。这有什么？你和佳明是同学，互相照应是应该的。要不然等会儿一块回家吃饭吧。不用了，以后在京大有的是机会见面。永莲姐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你别怪我。佳明哥有才华，他的人生不应该浪费在这里。万一开学前你们还没攒够钱，难道要佳明哥放弃大好的前程吗？不会的，学费我们已经攒够了，佳明会正常去上学的。骗谁呢？就靠这些田螺能卖几个钱？京大的学费就要200多，还有生活费。永莲姐，你留在他身边只会拖累他，而我才是能帮他的人。秦娟，你错了，永莲是我妻子，这辈子都是。就算没钱，我们也会一起挣。京大我要上，这个家我也要，谁也别想让我离开他。吴佳明，你别后悔。永莲，你别听他说的。秦娟说的没错，光靠卖田螺远远不够。永莲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生什么气啊？佳明，等这里的事儿安顿好，我们一起去阳城吧。别打了，我就一个儿子，打死了我也不活了。这就心疼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他在赌桌上玩爽了的时候，想过你这条老命吗？别打了，3天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还。行，我就给你3天。3天之后，要是还拿不出钱，你这双腿就别想要了。为了保住你在纺织厂的工作，钱都赔得差不多了，哪还有钱给你还赌债啊？
找林永梅要呗，他不是赚钱了吗？那个贱丫头现在翅膀硬了，拿着咱们上回签的字据，死活不给钱。都怪你生了个没钱货，既然他不给钱，就别怪我了。不错，换上新衣服，看起来精神多了。真好看，虎子也好看。怎么了？就是觉得这样的日子真好。我之前把你的通知书藏起来，真是傻到家了。林永莲，我们厂里最近失窃了一批高端布料，是不是你偷的？你别血口喷人，你丢了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姐，你就别狡辩了，我都看见了，就是你偷偷去厂子里偷的。我告诉你，林永莲，这批货可是厂里花了重金从江州进来的上好丝绸，这衣服做好了都是要送到京城去的。你现在老实交出来，我还可以当做没这回事儿，否则你就是找死。我们家就是穷死饿死，也不会偷东西，永莲更不会。你们要是不信，自己搜。可要是没搜出来，你们也得给我个说法。去搜，这东西丢了，咱们谁也跑不了。厂长，我们从床底下找到的。还说不是你偷的，现在人赃并获了，把他抓去派出所，这可是大案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些布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家？住手！这布跟我们没关系，谁也不许碰它。姐，你就认了吧。不就是几匹布吗？你把钱拿出来填上窟窿，我就跟厂长说说情，让他饶你一次。妈，你说啥？杨生偷了公家的东西？什么偷不偷的？他就是不小心拿了几捆布，想拿去换点钱，而且杨生说那些布根本没人要。现在厂里那群人不依不饶的，非要让他补上窟窿。是你把这些布藏在我家的。上辈子林阳生东窗事发，我千辛万苦才填上这个窟窿。这辈子他们从我身上拿不到钱，就想出这种办法来逼我就范。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，姐，你偷了东西就认了吧。永莲啊，你一人做事一人担，别害了你弟弟呀！妈求你了！我知道你现在恨我，可你爸他总对得起你吧？你想想你爸，杨生是他留在这世上唯一的香火呀。他走的时候，杨生还那么小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杨生。你要是害了杨生，你爸在九泉之下都闭不上眼啊！你还好意思提我爸？以后不管我在不在，你们都要好好读书。杨生，你是男子汉，长大要保护姐姐，千万记得。嗯。妈，那是爸爸留给我的课本。你爸都死了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你还成天想着读书写字。我都给你烧干净，断了你的念想，以后老老实实给我干活，供你弟弟吃穿。妈，你口口声声说我爸放心不下杨生，可我爸活着的时候是怎么教我们的？他教我们读书识字，做人要堂堂正正。你呢？你现在是怪我不让你读书？我那不是为了养活这个家吗？那他呢？小时候偷鸡摸狗，你袒护他；长大了好吃懒做，游手好闲，你就抢走我的血汗钱养着他。现在他跑去赌钱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还敢偷公家的东西，你还要继续帮他遮掩栽赃给我？是不是等到他杀人放火的时候，你也要让我替他顶罪？
你亲手把林阳生养成了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，你对得起我爸吗？你还好意思提他？你说谁是烂泥？你就是这么跟妈说话的？我看你是疯了，自己偷了东西还敢倒打一耙。这布从他家里找出来的，就是他偷的，要么让他赔钱，要么赶紧把他抓走。抓起来！行啊，走就走。我倒要看看，到了派出所，是谁心虚。厂长，这布不是我偷的，我有证据。这上头有红点子，这不是布本身带的颜色，是后来蹭上去的。这看上去像是被什么果实蹭上去了，上面还有果皮呢。是商路的果实，这东西咱们见过不少，就是那种红色根根，长着紫黑色圆球的。是商炉的味道，所以呢，商炉有微毒，我们家2个孩子都小，怕他们当野果子吃了中毒，所以里里外外全都除干净了。我们家附近根本没这个，所以不可能染上色。但老家门口你懒得干活，外头不是长了一堆吗？你放屁！哎，看我不撕了你这张贱嘴！前世林阳生说这些布没人要，应该是因为上头有纺织厂的标，他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，肯定还藏在家里。厂长，纺织厂不止丢了这2匹布吧？他家里肯定还有，不信你们去搜。搜什么搜？你是想拖延时间吧？布是从你家找出来的，人赃并获，不是你偷的还能是谁？给我带走！我不能走，我一走，万一有人把证据销毁了怎么办？少废话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跟我走！放开我！你凭什么抓我？村长，都住手！我看谁敢在我们村胡闹！王厂长，这里不是你的纺织厂，你凭什么无缘无故抓人？这不就是从他家床底下搜出来的，上面还有我们厂的标，人赃并获，我抓他去派出所，合情合理。我没偷，是有人故意把布藏在我家陷害我。王厂长，这布不可能永莲偷的，他有正经生意的，还带着我们村里的人一起挣钱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偷公家的东西呢？就是永莲不是那种人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既然你没偷，为什么不敢跟我去派出所？难道不是心虚吗？我心虚？谁心虚谁心里有数。真正的贼就在这儿，恐怕正等着我被带走，然后趁机回家销毁证据吧。你少血口喷人，说来说去还不是你自己不敢去。我可以跟你去派出所，但前提是必须先搜他家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现在乖乖跟我去派出所，再把剩下的布赔给我，我可以考虑考虑饶了你。就凭你已经猜到林阳生才是小偷，你因为田螺的事记恨我，想报复我，你想先栽赃给我，让我赔钱，然后再找林阳生把布要回去，一举两得。你敢说不是？村长，请您做主，先让人去林阳生家里搜一搜。村长，你就做主吧，不能冤枉好人。永泉说的有理，既然要查，就2家一起查。先搜林阳生家，搜完了，该去派出所的一个都跑不了。行，村长发话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这就派人去林阳生家里搜。王厂长，你的人去可以，但村长和三婶得跟着一起去，免得有人手脚不干净。就这么办。这怎么行？厂长，我可是厂里的会计，你要相信我呀！闭嘴！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厂长，真从林会计家里找到了，加上刚刚那2捆，数目正好和厂里失窃的布对得上。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你们该抓谁就抓谁，我绝不允许有人冤枉好人。我全完了。我儿子可是纺织厂的会计，怎么可能偷东西？你们抓错人了！她是杨生的姐姐，就算我儿子犯了事儿，她也能顶替的，抓她不是一样的吗？谁说我愿意代替他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林阳生有今天的下场，都是你惯。杨生儿啊，我的儿啊！妈救我！我不想去坐牢啊！村长，我求求你了，杨生是我的命根子啊，抓了他我也不活了。他这是偷窃公家的财产，被抓也是活该。小梅，你就别闹了，
杨生的性子再纵容下去，他迟早闯出更大的祸来。你这个当妈的，回去好好想想吧。你们给我记住了，我老林家断了后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村长、三婶儿，刚才太谢谢你们了。乡里乡亲的，有什么好谢的？再说你带着我们做田螺赚钱，我们还能看着你被人欺负？倩倩和虎子，我怕他们被吓着，就先留在我家里了。我这就去把孩子接回来。等会儿我们做一桌饭菜，给大家伙压压惊。千万别客气，大家邻里邻居的，往后少不了互相搭把手呢。行吧，那就一块吃个饭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回来了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虎子的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了，只要按时吃药，撑到我们去京城大医院，绝对没问题。太好了，多吃点。谢谢妈。对了，我去派出所打听了，林阳生是因为欠了赌债还不上，所以才偷了纺织厂的布，想出去卖钱。那会判多久啊2年吧。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算了，他在里头要是能改过自新了再说。佳明，我想这2天就去阳城一趟，你觉得呢？你要做生意，本钱得不少吧？而且你一个人去阳城，我不放心。佳明，你相信我，阳城离我们这儿不远，衣服款式也多，只要能买来几个时髦的款式，带回来肯定能赚钱。我是说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虎子的医药费我单独留出来了，这是咱们这段时间攒的300块，都存在这里面了。剩下的是我找村长借的，凑齐了400块。你从来不轻易开口求人家，更别说借钱了。这钱咱们还给村长。做生意不能吝啬本钱，等以后赚了钱，我们再报答村长。可是这里面还有你的学费，你就不怕我赔了？这段时间你做的事我都看在眼里，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，就算全赔了，咱们再挣就是了。爸妈，你们放心去吧，我会照顾好弟弟的。我去拜托三婶照顾你们，这段时间要好好写作业，听三婶的话。好。妈，你去阳城能给我带个小人吗？我看班里的女同学都有。好，妈给你买，也给咱们虎子买好吃的。靚仔靚女啊，你們係真的來陽城了，有 keep 鋪啊！周成兄弟，我们也是来做生意的。周成兄弟，上次你卖给我的扣子质量很好，你是不是和制衣厂有关系啊？哎呦，靓女你真聪明啊，关系肯定有的啦。你们要买衣服，跟我来吧。这个人上次卖给我的扣子款式就很新潮，说明他眼光独到，而且有便宜的一手货源。只要跟着他，一定能进到便宜又时髦的衣服。这批货啊，是港城那边要的，但是给的数据不对的啦，做出来都是残次品，人家不要了。叔，你才说不坑他们，这都是残次品，你还带他们来看什么？东西都是好东西啦，你看看这牛仔裤的布料多挺快啊，就是打版数据错了，裤腿这么大，不好看的啦。你们要是能买走，算你们成本价，便宜的很。还是不要买啦，这些东西买回去都卖不掉的，都是很古怪的衣服款式的啦。等等，这不是做坏了的裤子，这可是创新啊！回去再改改，把大腿收紧，裤腿再做2个褶皱出来，这不就是后来风靡一时的喇叭裤吗？这些我都要了，多少钱？你疯了！这些东西买回去都不一定能卖掉的。靓仔，你劝劝你老婆了，不能这样瞎搞的。她心里有数，不会乱来的。你们就开个价吧。好说，300块全部卖给你们。这批衣服带回去一定能大赚特赚。佳明，还真是你啊！爸给你寄的信你没收到吗？怎么不来京城找我？是你告诉他我在这儿的。佳明哥，我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要不是小娟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考上京大。你不好好读书，在这干什么？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。当初要不是你不告而别去了国外，留下我妈一个人带着我，她也不用早出晚归的干活，得了病也没钱治，最后活生生拖死了。我出国挣钱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，我有什么错？叔叔，你别激动。佳明，你好好跟爸说话，别吵架。你就是佳明在乡下娶的那个女人？她叫林永莲，是我的妻子，我们领了结婚证的，还有2个孩子。爸，哼，别叫我爸，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你也不拿面镜子照照自己，一个乡下的村姑配得上我儿子吗？他以后是京大的大学生，
你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，和她在一起只会让她丢人现眼。我娶了永莲，就认定她是我一辈子的媳妇儿。再说了，永莲心地善良，又有生意头脑，她处处都很好。当年你走的时候没管过我们，现在我的事儿更用不着你管。吴叔叔，你别生佳明哥的气，他就是一时想不通。哼，我看他是被那个村姑勾了魂了，连我这个爸都不认。不会的，吴叔叔，佳明哥终究是要上大学的，等那个女人拿不出学费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来找您认错的。小娟啊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你放心，我倒要看看一个乡下女能有什么生意头脑。三婶，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倩倩和虎子了。桂香，这个是给你的。我听三婶说了，你要借缝纫机是吧？对，但我不白借，除了这盒雪花膏，每天再给你5毛钱。永莲姐，这可不是钱的事儿，我从来没听说过你会踩缝纫机。这个缝纫机是我的聘礼，你要是弄坏了，我怎么和婆家交代啊？要不然这样，我给你演示一下，要是我操作的不熟练，或者你觉得我做的不好，我立刻就走。桂香，你就让他试试吧，我给他担保。好吧，那你试试。要是做的不好，可别说我这个人小气。装模作样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改出个什么东西来。这个锁边可真好，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呢。永莲，没想到你技术这么好。怎么样，桂香？我的技术还行吧？永莲，要不然我也不要你的钱了。你刚才这个衣服锁边是怎么做的啊？你教教我呗。你刚才不是还看不起人家吗？要教肯定是先教我呀。前世为了替林阳帝还债，到处找活，学了点做衣服的技术，幸好还没忘。我当然可以教大家啦，不过我和佳明打算去服装市场出摊，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做衣服吗？可是这裤子大腿帮那么紧，小腿又宽宽松松的，版型古怪的很，咱们要做这个能卖得掉吗？三伯娘，人家那叫时髦，我倒觉得这裤子好看得很。永莲，我跟你干。我不太懂这些，那我也跟你干。好啊，不管卖的怎么样，我每天都付你们2块钱的工钱。2块钱，这么多！港城来的裤子，3块钱一条。大姐，看看裤子，很好穿的。先休息一会儿吧。这些衣服的款式虽然好看，但摆在这儿和其他衣服格格不入，所以没人敢买。我得赶紧想个办法。吴老板，您可真是找对人了。咱们这一片，我的纺织厂算是最大的工厂了。旁边的服装市场您知道吧？他们都是在我这儿进货的。王厂长，这笔生意我可以跟你做，也可以给你的工厂投资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没问题？您说。永莲说离开一会儿，怎么还没回来？这不是咱们的准大学生吗？怎么不卖田螺，改卖衣服了？你又想干什么？佳明啊，别和长辈犟脾气，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。你什么意思？赶紧把这摊子收了，回家好好和你爸认个错，不然啊，你们在这儿做生意可难喽。用不着你操心，能不能卖出去是我们的本事。你要是不买衣服，就赶紧让开。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？我穿成什么样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再不走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穿的什么怪模怪样，也不怕丢人？还不走？反正我就是个村妇，没皮没脸，不知道你一个厂长能不能豁得出去。好，我就等着这些不伦不样的衣服卖不掉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办。你也觉得我这衣服奇怪吗？不奇怪，我觉得很漂亮。真的，我也觉得好看。你把那音乐打开，我们再试试。我穿在身上效果更好，这些衣服肯定能卖掉。大家走过路过莫错过，看看我身上的喇叭裤、白衬衫，都是港城那边最时髦的款式啊！
这穿的什么衣服啊？怪模怪样的。这不是咱们村的李永莲吗？听说她老公还考上大学了，怎么这么不知羞啊？我怎么觉得挺好看的？你看这衬衫往腰那儿一系，腰身看着多细啊！这衣服我才不穿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咱们赶紧走吧。再看看嘛，老板，你这裤子怎么卖呀？一条3块钱，都是从港城来的，最时髦的货。你看看，我配的是3公分的粗高跟儿，你要是去迪厅配一双细高跟鞋，多好看啊！那你给我一条，我也买一条。你们都买啊？那我也要，不然到时候出去玩，就我没得穿，多丢人啊！给我一条，我给我媳妇儿买的。哎，我也要。大家不要急，一个个来，都有货啊。厂长，我们打电话去阳城问了，对方说没听过什么喇叭裤啊。蠢货，怎么可能没听过？我回厂里亲自打电话去问，再让你们得意一会儿。等我拿到这批货源，看你们的生意还怎么做下去。再来给我2条喇叭裤。真不好意思，这喇叭裤没货了。什么？这么快就没货了？那什么时候有啊？就是，我们等了这么久呢。大家别急，3天后啊，我们再来这儿摆摊儿，到时候肯定都能买到。没想到我们第1天就卖了那么多牛仔裤，照这样下去，要不了多久，这批从阳城拉来的货就要被卖光了。我想去找周老板，再收一批布料回来，自己做喇叭裤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我现在就去订票，今晚再去阳城走一趟。对了，永烈，刚才王厂长提到我爸，我觉得他很可能投资了王厂长，要针对你。还钱！今天拿不出300块，我把你这破房子拆了。你有本事就拆！我说了，我儿子不在家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死老太婆，你还挺硬气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今天到底还不还钱？你个杀千刀的，我一个老婆子哪儿来的钱？你要是把我逼死了，你1分钱也拿不到。行，没钱是吧？那就拿你这房子来抵，给我进去砸！住手！你来干啥？看我的笑话！这房子值不了300块，砸了你也就图个痛快，更要不到钱。欠债的是林阳生，你们有本事去监狱找他要去。你胡说什么？不能让他们去找杨生。老太婆，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儿耗。你儿子在里边是吧？反正他跑不了。你要是不还钱，我就让里边的兄弟去找你儿子，好好聊聊。永莲，你帮帮妈，不能让他们去找你弟弟呀！我帮不了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你要是不想他在里头受苦，就自己想办法还钱。我一个老太婆上哪儿干活，人家也不敢要啊。明天一早你去我那儿干活，我按月给你结工钱，300块，按月还，1年还清，你答应吗？行，我干。等等，1年也太久，等他慢慢还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是他闺女，我记得你前阵子在夜市上卖田螺赚不少。我今天就要这个钱，还不上，你们谁也别想走。我赚多赚少都跟林阳生没1毛钱关系。你非要今天拿钱，那我只好报警处理。你们干这个的，应该不想被派出所盯上吧？你要是愿意等，我做主另外给你加3分利。以后我生意做大了，需要人看场子，我第一个找你，当然工钱照付。行，现在就写字据。妈，过来按手印。行了，咱们走。永莲啊，你真让妈干活啊？杨生一错再错，现在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那你呢？你还要糊涂下去？等他出来以后，继续让他啃你的老骨头吗？你好好想想吧，想通了，明早就到我家来，裁布、锁边、打包，有的是活干。我走了。永莲，出事了！
我们这牛仔裤还没改好呢，隔壁村子就有人先穿上喇叭裤了。你别急，有话慢慢说。是不是人家前几天在集市上买到的？不可能，那人和我说了，他今天去县城买的，那裤子做的跟咱们的一模一样。那我得去看看，难不成这么快就有人抄我们的版式了吗？不错，从阳城进不到货，我还不会抄吗？这就是看上去像，要是仔细对比，肯定还差得远。厂长，这你得给我点时间，打版可不是1-2天就能做好的。差不多就行了，一条裤子还要打版的一模一样，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现在啊，等咱们的货都卖出去了，林永莲从阳城带来的那批衣服，不就全都砸手里了吗？厂长英明，这会儿啊，林永莲肯定急得上蹿下跳的。行了，赶紧把这批裤子投入生产，加大生产量。这东西不是我们做的，应该是有人买了我们的裤子照着改的。你看这做工粗糙的很，这所编的技术啊，还没你一半好。可是我们一条牛仔裤卖3块，他卖2块8毛，这不是摆明了和我们作对吗？就是啊，永莲，要不然咱们也把价格降一降。那不行，要是比谁卖的更便宜，我们肯定比不过，到头来生意做不成，恐怕日子都过不下去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看人家卖的又快又多，价格也便宜，等过2天你再去县城卖牛仔裤，还有人买吗？我就不信了，这点子是我想出来的，我还能卖不出去吗？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您就放心吧，我找人仿制的牛仔裤，货已经铺出去了，价格还比林永莲的便宜。他一个小商贩，哪里斗得过我们？保准他今天灰溜溜的滚回去。吴老板，您上次说出钱给我们盖新厂房的事儿，事情办好了，钱不是问题。厂长，不好了，林永莲又来卖衣服了，而且生意好的不得了，围了好多人呢。什么？这就是你说的，都处理好了？这不应该啊！这么久了，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。王厂长，我投了这么多钱，可不是白送给你的，1周内想办法赚回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别呀，吴老板，吴老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们降价卖吗？您还是自己去看看吧。我们何止是降价了，卖的都快比他便宜1块钱了，人家也不来买啊。大家别买错啊！这次我们的裤子做了独家的改进，在裤头这儿啊加了3颗扣子，不管你腰围多少都能穿进去。大家排队，先到先得啊！为什么非要在他这儿买啊？隔壁也有卖这种喇叭裤的，还便宜呢。你不懂，他这儿钉上去的金色扣子多好看啊！而且隔壁那家质量不好，穿上去就是没有这种质感。就是他家的裤子穿上显得腰又细腿又长，纺织厂的货可比不上。其实我们这儿不仅仅是牛仔裤做得好，还有一些推荐的搭配。大家可以看看我身上这件白衬衫，扎进牛仔裤里，看上去多潇洒啊，是不是？这2件搭配着一起卖，只要5块钱。给我来一套，我也要一套。就因为加了3颗扣子，所以就卖得这么好。咱们不能往上面加扣子吗？这东西又不值钱。王厂长，你这不是为难人吗？他这就不是加了3颗扣子的事儿，是人家把裤头给重新设计了。而且这种金色的扣子，我们厂也没有啊。就算有扣子，也要一条条拆了重新改。这么多裤子，工人加班加点不说，没个10天半个月根本弄不完，成本翻倍都不止啊！厂长，咱们账上已经快没钱了，还欠了吴老板那么多债。这批裤子要是卖不出去，厂子恐怕就要倒闭了。不行，一条路走不通，那就换条路走。佳明去阳城买布料，这都多久了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应该快了。永莲，佳明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正说你呢，这么晚了，永莲刚刚可担心你呢。耽搁了些时间，是因为阳城那边有人要你做的喇叭裤。周成拉我拜访了好几个在港城做出口生意的老板，想找你拿货。真的？你去阳城进货一趟，竟然还谈成生意了？你也太厉害了，佳明！这里一共有3家的合同，对方都先给了预付款，一共有7000多，但是单量也大，4000条牛仔裤。这么多，工期是多长时间？我们总共就3个人，别到时候交不上货还得赔款，那就划不来了。光靠你们3个肯定不够，我和他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，我们要扩大规模，还要招人，每个人的工作量需要什么，我都做好了规划，最多3个月，我们就能生产出这4000担来。哎呦，难怪永莲非得嫁给佳明哥呢，这读书人的脑子就是和咱们不一样，可太厉害了。那也是永莲眼光好，早早就看准了佳明。瞧瞧现在的小日子过得多好啊！你们说哪儿去了？对了，
王厂长那批裤子不是卖的不好吗？听说他急着出手，不如我们全都买下来。还真是，虽然裤型不对，但我们改改就好了，能省不少时间呢。好是好，可是4000条裤子，就算纺织厂那边一条卖2.8块，咱们一下也拿不出1万多呀。钱我有办法。你好，请问你们厂里还有的确良布料吗？有啊，老百姓都爱用这种轻便耐用的布料。这2年虽然价格降了点，但是也不便宜，1尺布啊，大概要10块钱。那你这儿库存有多少？我全都要了。小姑娘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们仓库里有400-500尺，差不多要4-5千呢。你买个2场布，都能回去给自己做一身衣服了。厂长，你看我像是和你开玩笑吗？这的确良我全都要了。我先给你500块定金，余下的钱1个月之内分批打款。但这价格嘛，肯定要便宜一点。哎呦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小姑娘，这生意做的可真大呀！你要是真的全都要，我肯定给你按最便宜的价格算。好，除了你这儿之外，我们县城还有谁卖的确良的？还有2家织布厂也有，但库存还不一定有我多呢。的确良这种布料好卖，我们的存货也不多，还要去外面拉回来才有货。您看能不能联系一下其他2家的老板，就说这批料子我全都要了。小姑娘，这么多布料全都要了，价格可不低啊。您就别问这么多了，给我问问他们2家的价格，要是合适我都要了。一样的付款方式，我出定金，其余的1个月付款完毕。要是他们那儿有货，我再出300块，算您的介绍费。哎，现在小姑娘干活可真上道，你放心，肯定帮你把这事儿给办妥了。我和其他2厂的人都谈好了，这批布料给的你最低价，只要8块钱，进货价都是7块5了，我们可真是没赚你多少啊！的确都是好料子，不过里头应该也掺了些卖不出去的陈年布料吧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，只要是的确味的布料，你们都要了，那肯定新的旧的全部都打包拉过来了，不然这个价格是不可能出手的。我知道了，确定所有库存都在这儿了吧？放心，都卖给你们了，1个月后结尾款，记得啊。永莲，这就是你说的筹钱的法子？没错，的确吃这2年价格是慢慢降下来了，但是很快就会有政策出来，以后这些布料的价格不再是供销社说了算，而是工厂自己定价，自负盈亏了。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佳明，等这消息一出来，的确吃的价格会飞速上涨，一涨价，老百姓就会跟着抢购。大概就在2天后了，我们囤下来的这批料子价格至少会上涨5倍。这3-4千的本金，立刻就会涨到2万多。但这次涨价不会持续太久，肯定会有后续管控措施。所以我要做的，并不是把布料放到市面上去赚老百姓的钱，而是卖给纺织厂。厂长，您快看，我改出来了，这次的裤型和林永莲卖的一模一样。不卖裤子了，我从老同事那儿打听到一个赚钱的消息，这的确良啊，以后要大涨价了。可是我们这儿根本就生产不出来的确蓝，前段时间囤的货全都卖了，现在仓库里是一点存货都没有了。不要紧，涨价的消息现在只有我们厂知道，只要在这2天把的确良都给买下来，就发财了。可是厂长，咱们账上总共就10几万了呀。我去找会计，把钱全都取出来。我们做那该死的喇叭裤赔了不少钱，到时候还要还吴显华的债。不靠这批的确膜翻身，这纺织厂可就算彻底完了。厂长全取出来，那都取出来，过几天可还用发工资怎么办呀？人家都说了，的确良要大涨，这个时候先囤货再说。至于工资，你们先等一等，大不了下个月发双倍的。不说了，我现在就要去把的确良给买了。你说什么？全都卖出去了？王厂长跑我这儿耍官威来了，我都说了，的确良前几天就被人买走了。对方说要运到阳城去，我们这几个厂都没货了，你问多少遍都一样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批的确良我们确实也很需要，您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，让对方卖给我。行吧，我给你个地址，你自己去找他。雷好啊，王老板，听講你揾我要買的確良啊？果然是從陽城來的。是這樣的，我這邊呢是紡織廠的，最近需要趕工做衣服，所以要一批的確良。你開個價吧，要多少才能轉讓給我？這個可不行的哦，這批布料我要是運到揚州去，至少能賣到30塊錢1尺布。你說的這個不靠譜的啦。什麼31尺？這些貨平時最多賣8塊錢，你賣30，是不是也太黑心了？你什麼意思的啦？我們在陽城做生意，向來明碼標價。
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啦。你要是觉得太贵了，可以不买的啦。这位阳城的兄弟，你开个实在的价格，我都要了。那就1尺28好了，再低我就不卖了。你应该也是收到消息了吧？的确测试要涨价的，要不是我临时着急用钱，否则这些布我都舍不得卖的啦。行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没想到永贤妹子这么有生意头脑，几块钱的东西翻了几倍就全都卖出去了，足足1200多车的迪克良啊！你们家业余就升为万元户了。这也要多亏周大哥帮忙，要不是你啊，还真没那么容易把王厂长给骗过去。我也是来看看我跟佳明兄弟下单的4000单喇叭裤嘛，做好了我要赶紧带回去。这个喇叭裤以后在阳城肯定大有赚头的，那就祝我们一块发财，干一杯！你们俩干什么？我这儿不欢迎你。看来王厂长心情不太好。出去，出去！王厂长，咱们也都是老熟人了，我就直说了，我这次来找你，就是想买走你这儿所有的喇叭。口气还挺大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卖那些喇叭裤了？王厂长，都这时候了，就别嘴硬了。你这纺织厂外表光鲜，可那些积压的喇叭裤库存，恐怕1年半载都卖不掉吧？我用成本价2块收走你的，赚的还是你。哼，我这儿可是纺织厂，你那算是什么东西？和我比，我就算1年2年卖不出去，我也不急。既然人家不肯卖，我们也就别死皮赖脸的留在这儿，走吧。等会儿，你们开个价，我们现在业务转移了，不打算卖喇叭裤了，便宜点卖给你们也不是不行。每条裤子2块钱，1分我都不会多给。行，2块就2块，你们把钱结了，明天把货都拖走。佳明，我有点不放心，你说爸还在给王厂长投资吗？的确凉的实，万一他也参与进来，那是他活该。不行，我们还是去提醒他一下吧。爸就是嘴上不饶人，他心里一定很惦记你。前世要不是他把倩倩带走，倩倩的一辈子就真的毁了。这个恩情我必须还。吴叔叔，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，我爸珍藏了好几年的好酒，专门让我带给您尝尝。你爸有心了，替我谢谢他。这几本外文书是我托人从京城买的，对学英语很有帮助。这可不是给我的吧？你直接给佳明不就好了？佳明哥他肯定不想见我。小娟儿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佳明那孩子就是太倔，在我心里，你才是吴家最合适的儿媳妇。合不合适你说了不算。我媳妇儿是永莲，谁也替代不了。你还有脸来？人家小娟为了你跑前跑后，你呢，连个好脸色都不给。吴叔叔，你别生气。佳明哥，这是我专门让人从京城邮寄的外评书。其实说外文呢，最好是2个人一块练，这方面永莲姐怕是帮不上什么忙。我自己一个人多读多写也是一样的。永莲姐，这可是外文版的《简爱》，我看就算是中文版的你都读不明白，你还是别乱翻了，小心给弄坏了。Even for people like me, there will be sunny days in life。你会读外文？永莲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英文了？你这发音可真好听，就和磁带里的声音一样。前世在印刷厂，我偷偷攒了一本英音词典。我没文化，学了几年也学不会，唯独这段话的发音，我跟着收音机练了上百遍。我以前跟着我爸学的。你别看他是个乡下郎中，其实很爱读书的。会读有什么了不起？鹦鹉学舌而已。我是不比你们考上京大的大学生厉害。秦娟，要不你给我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是才拿到这些书，没看完呢。就算是像我这样普通的人，也会有生活灿烂的时候。这话可说的真好，你说是不是？永莲还不下班啊？都11点了，快了，再印200张就走。你最近老咳嗽，脸色也不好，去看看吧，别拖出大病来。没事儿，就是累的。我再做一点，这个月的债就能还上了。Even for people like me, there will be sunny days in life。意思是，即使像我这样普通的人，也会有生活灿烂的时候。前世的我，有多少次是靠着这句话才活下来的？你故意刁难我！我可没觉得永莲刁难你，不是你先嘲讽他不会说外文吗？你们，
小娟儿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小娟追回来呀！谁爱追谁追，别管他了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爸，我们知道背后支持纺织厂的是您，今天来是为了劝您一句，千万别再继续投了。怎么，知道怕了？你现在离开佳明，我还可以给你留条活路。永莲是好心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别侮辱人。我们走。站住！我早就没给他投资了。那个王厂长，我看他不是个做实事的人。佳明，我不是非要跟你作对，只是你妈走得早，我想补偿她也来不及，起码要让你过上好日子吧。走吧，今天出门前虎子好像不太舒服，咱们早点回去看看他。你说谁？是不是我孙子？我孙子得病了，不用你管。还我薪水，还我血汗钱！王大林，你个王八蛋，把工资发给我们！这么快就出事了，和永前预料的一模一样。可不是嘛，他要是在的确拉第一次涨价的时候出手，还能赚一笔。可惜啊，现在出政策了，不准哄抬物价，这些布可不就全砸手里了吗？那也不应该啊！我买下他的喇叭裤时付了有3、4千，这笔钱怎么也能还上工人的工资了吧？你个黑心肝，不要脸的玩意儿！竟然把钱全寄给自己老婆了，那可是我们的血汗钱呀！别打，别打了，那些钱我会想办法还的，我也是被坑了呀！是你故意设局骗我的！不是我骗了你，而是你太贪心。这么大的纺织厂，说倒闭倒闭了，不至于。就算王厂长被抓了，应该也会换一个新的厂长。不会再有新的厂长了。这厂子欠了一屁股债，产品卖不出去，工人工资都发不起，谁还愿意来接这个烂摊子？爸，真是没想到，我做了大辈子生意，竟然输给了一个被我看不起的乡下女人。我想过了，我自认为的对你好，并不一定就是你想要的。佳明，给我个机会补偿你吧。那秦娟的事儿，小娟说要回去学好外文，正好她家里给她安排了相亲，昨天就坐火车走了。爸，正好我们要回家了，要不然一块去吃个饭，顺便看看虎子和倩倩。你们就住这儿？倩倩、虎子，快叫爷爷！爷爷，太瘦了。永莲啊，佳明是大人也就算了，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不能天天跟着你们过这种日子。哪种日子？你谁啊你？一进门就指手画脚的。好你穿的人模人样的，不会是佳明那个有钱的爹吧？怎么着，嫌弃我们永年穷？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闺女，你儿子早没命了。现在嫌弃我们永莲，你早干嘛去了？妈，你这是……我就是看不惯，我闺女自己可以说，外人不行。亲家母，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。永莲和佳明太忙了，难免照顾不到孩子。我是想带虎子和倩倩先去京城。爸想的周到，我们还要赶制最后一批喇叭裤，实在是走不开。虎子的病也确实拖不得，这还差不多。妈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不是说今天放1天假不用干活吗？你是不是担心工资？不是，我听人说纺织厂倒闭了，就是怕影响到你的生意，所以来看看。妈，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以前你从来不管这些。以前我那么对你，是我不好。这些日子跟着你干活，我才明白你以前有多不容易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能再糊涂下去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替杨成还债，以后他要是再犯浑，我亲自报警抓他。妈，你能想通就好。三婶、桂香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
纺织厂倒了，他们没活可干，都想来投奔你呢。我先说好了，我们家的工钱每个月结算一次，干2天就走的，那就别来了。要是愿意干的，就去找王桂香和三婶报名；不愿意的，我也不勉强。我不愿意，不愿意。哎，永莲，我们这些元老有没有什么好处啊？有啊，三婶啊，以后就是我们的车间主任，桂香你呢就当副主干。何其幸运，我的人生能重来一次，有丈夫，有孩子，有再一次拥抱幸福的机会。